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看过一句话，最难得的不过是人间清醒。一个清醒的人是很理智的，他能够看透很多暗流涌动，也能够接触到这个世界上真实的规则。职场中也要这样，做一个清醒的人，明白两点，一个是我要干什么，另外一个是我要怎么做。很多人会说，我就是一个打工的，工作不过是养家糊口，混口饭吃，我想那么多干什么？这句话固然有道理，虽然说随波逐流并不一定代表浑浑噩噩，但是我们得明白一个道理，那就是假如说有那么一丝的可能，我们能够实现职场逆袭，能够实现阶层的大幅度提升，那么应该怎么做？或者说我们愿不愿意去争那一丝可能？我觉得还是要去争一下的，要明白什么是人生价值，什么是职场价值。其实所谓职场价值，就是拥有一个平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去挑战自己的人生。哪怕是你只是晋升一个部门小经理，你也拥有了更多的资源和要素去做一些自己想要做成的事情，去推动一些自己认为正确的改革。这些东西无关于金钱，是一个人内在价值的体现。短短几十年的时间，转瞬即逝，不去争一把，随波逐流，真的会让自己觉得遗憾。这种遗憾往往会在晚年的时候体现。于是我们经常听到老人说这些话，当年要是怎么样就好了，我当时应该调动过去的，等等。因此，做一个清醒的职场人，做一些有利于自己打基础立长远的事情，是一种职场智慧。我拜访过一个曾经为官一任的老领导，他花了一个下午带我逛了河边的公园，看了2座跨河大桥。我还记得他指着那2座桥一脸骄傲的样子，他说本来没有这2座桥的，我在任的时候力排众议，顶着各种压力修建了这2座桥，现在每天看着过河的人来人往，我感觉特别骄傲和满足。这就是个人人生价值的最高体现，拥有一个平台去做一些事情。有人说你这个例子不对，我们普通职场人很难达到这个层次。确实如此，但是你要明白，老领导也是从小办事员开始做起的，我们要做的就是坚持积累，一点一滴的积累，最终会汇聚成强大的能量。一定要自律。我高度认同一句话，去夜店唱歌、喝酒、蹦迪，去纹身、去玩这些事情一点都不酷，因为他们没有任何难度，只要你想做，你就能去做，不带一丝技术含量。真正很酷的事情是自律，无论你是坚持读书也好，坚持运行也好，自律对职场人的提升是很明显的。坚持读书，时间久了，你的思维和眼界自然会开拓，哪怕是一些看似无用的知识储备，在某些时候就能派上很大用场。比如说在营销行业，金牌销售往往能够接住各类客户的兴趣点。坚持运动，时间久了，你会收获一个很好的身体。健康的身体是职场人打拼的关键和基础。自律是痛苦的，但是正如那句好说的一样，爬山的过程本身就是痛苦的过程。只有你站在山顶，呼吸新鲜的空气时候，你才知道这一切有多么值得。2一定要思考，思考非常重要，不能浑浑噩噩的活着。很多人不知道该怎么样培养自己爱思考的优点，很简单，从你的当下入手，也就是从你正在做的事情入手。往小了说，可以考虑工作流程的优化，工作效率的提升，如何笼络更多的工作资源。往大了说，可以思考行业发展前景和你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。职场人千万不要变成遇到任何问题就手足无措，就到处求爹爹告奶奶，也不能不思考就到处问，会让人非常讨厌你，损害你的职场价值，对个人的发展不利。3一定要闭嘴。人用3年的时间学说话，用1生的时间学闭嘴。对于职场人来说，少说话绝对是好事。俗话说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很多职场小人的伪装能力都是很强大的，他们带着和煦的笑容和热情的态度，让你无法分辨他们的本质。如果你把自己的隐私、弱点和心事告诉他们，就很有可能给自己带来大麻烦。最好的办法就是少说话，学会闭嘴，少说话就少被人惦记，少说话就少暴露把柄。
一个总是大嘴巴乱说话的人是没有职场价值的，也从来不是领导优先考虑的对象。4. 一定要坚持，做什么事情都要有长性。3天打鱼2天晒网的性格，什么事情都做不成。很多工作，很多事情看的是长远，一时半会儿可能看不出来有什么成效，但是时间久了，只要方向正确，就一定能够量变引起质变。付出总会有回报的，比如说阅读，比如说思考，比如说写作等等。这些事情都是打基础立长远的事情，都是在长期积累中才能看出成效。如果你不知道该如何选择方向，记住把你当下正在做的事情做到极致，也是一种坚持。任何人都不可能一蹴而就，任何成功也不是靠一天努力就可以得到的。一定要保持激情，一点点积累自己的优势，一点点提升自己的能力，增加自己的职场价值，朝着心中的目标不断前行，才是正确的做法。